蓝忘机闻若未闻，一扫自家小辈，犯了家规，都去祠堂领罚。蓝家小辈们呼啦一下散个精光，围观群众个个看得心惊胆战。蓝忘机又对着面露得意之色的精灵道：云深不知处静待灵宠，灵犬送回金家，罚抄上1篇3遍。精灵在蓝忘机这吃了的大亏，想必是不怎么高兴的。而江宗主若是听说了，想必更为恼怒。果然在之后2年里，金氏和江氏虽仍有派遣子弟前来姑苏蓝氏听学，但精灵却没再出现。魏无羡当年犯禁，由蓝忘机拖去祠堂领罚，被打得鬼哭狼嚎不能下地。心知蓝忘机这次已是手下留情，但他自己尚且不忍目睹，更何况把精灵宠上天的好舅舅江澄。所谓人非实木，也就随他去了。魏无羡在云深里一晃眼待了几年，日益轻车熟路。想到自己上辈子抄蓝家家训抄到机遇昏厥，如今天天听蓝忘机念叨，竟然能背下大半，不知蓝启人晓得了，会不会给他换上一副好脸色？其实若是正儿八经摊开来讲，魏无羡头一世虽翻云覆雨，却也没过几天好日子。最舒心的要算在江氏莲花坞的10日之后，从誓师大会到四方围剿，都算不得愉快。如今在云深里，每日过得跟白开水一般无味，但断了人事烦恼，还能骚扰蓝忘机，清淡之下，居然也别有一番滋味。蓝思追和蓝景怡已快到夜猎的年纪，韩光俊既逢乱必出，若是遇见低品阶妖兽，也会带上2人出阵夜猎，跟着师兄们熟悉猎兽经验。这种时候，魏无羡既找不得蓝忘机，也找不得蓝思追，便自觉去祸害其他蓝家小辈。曾经蓝氏修学会，云梦魏无羡的名声无人不知，现今韩光君兔子的名号也是无人不晓的。魏无羡只需随意往一个小辈裤腿上一挂，少则好吃好喝供着，多则女修腹背捏耳抱着不松手，可谓意气风发，风光无限。韩光君鲜少赴别家的清谈会，除了夜猎，魏无羡还有一个寻不得蓝忘机的时候，便是清明。这1日蓝氏有祭祖大会，魏无羡自然不会去刻意讨嫌。蓝忘机虽和他同样父母双氏，但魏无羡对双亲印象甚微，蓝忘机却不同。魏无羡上辈子可是亲眼见过这人流泪，这辈子若是再看几次，那便真是要命了。再者，他身上背负的人命千万，清明时节心里总归是有些郁结，反而庆幸和蓝忘机谁也不用见谁。蓝家祭祖大会前日刚过，蓝忘机这几日脸色如常，魏无羡不觉松了口气。他生怕蓝忘机愁思过重，对着他这只兔子讲起心事来，那画面光想象都尴尬的不能看。昨日夜里下了小雨，地面还是湿润着的，蓝忘机一早去了教场，一时半会恐怕也不会返回净室。魏无羡大摇大摆地从窗台翻出来，跳下地踩了一脚水。净室前与藏书阁一样，都种着上好的白玉兰，只是树龄尚短。藏书阁的玉兰花枝繁茂，层层叠叠有窗子高，这几株大约新栽，只有2丈不到。魏无羡在满地花瓣中滚了几转，沾了一身草屑，正摊开肚皮懒洋洋撕着结起来的毛团，忽然发现玉兰之上挂着个什么物件。他变成兔子后，视线只有人脚背高，最甚不过蓝忘机抱起来的高度，从未关心过头顶之上会出现什么劳什子，以至于今日才看见了这件东西。魏无羡心下好奇，一咕噜翻身爬起，立着2条后腿就要去爬树。无奈他上辈子一点足尖就能翻上去的高度，这辈子看来简直难于上青天。无数次摔成狗吃屎后，魏无羡终于蔫了，我不爬了还不行吗？长得高了不起哦。正怨天怨地间，忽然有人提了他的脖子，魏无羡只觉身体一轻，耳边一阵清风，在睁眼时已坐到了树枝梢头。魏无羡往下一瞅，蓝忘机正隔着一束花枝扬手看他。魏无羡想，以前再怎么大意，也不会人走到面前还没发觉的。这具兔儿身确实是不好使，难怪会被老鹰掳去。他踩着细枝继续爬了2层，待看清眼前事物时，魏无羡惊得差点从树上掉下去。一条鲜红的枝带系在玉兰之上，尾端用银线绣着一枝莲花，那是他自己的发带。云梦江氏的校服虽不如姑苏蓝氏的仙气凛然，但作为仙门中极负盛名的世家，用的也是上等的布材，上等的染料。这发带尾端的莲花是由江燕离绣上去的。魏无羡道：我一天到晚丢3落4，若是掉了师姐绣的发带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江燕离笑道：你掉多少，师姐给你绣多少呀。
但拗不过魏无羡的一再坚持，最后才找了手艺好的绣娘绣了一模一样的。后来魏无羡和江澄去姑苏兰氏听学，虽然兰家大小2个古板，天天在耳边念叨家规3000，但放学一溜，该犯的不该犯的全犯了。这边刚含着脸训完云深禁止私斗，那边一群少年已经一招一式的过起招来。有世家子弟听闻魏无羡背的是上品灵剑，又要他拿出来开眼界。魏无羡笑道：“那你要来和我打过？”那世家子弟虽答应的爽快，但灵力明显逊于魏无羡，没过几招已是手忙脚乱，眼看已退到了人群边缘，再无可退，只得闭眼握剑，胡乱朝前一捅。魏无羡发带有些松了，恰好被这一剑挑开来，鲜红之带打了个旋儿落在地上，被那世家子弟踉跄一步踩进了烂泥里。哎，不打了不打了！魏无羡忙扔了剑，去挽那一头散下来的长发。江澄在一旁骂：“光比试也能比废一条发带，若不是换了绣娘，我姐得给你绣多少去！”魏无羡嘻嘻笑着去揽江澄肩：“那你不得夸我有先见之明啊！江澄，把你发带借我用用呗！”滚！江澄一闪身躲开，又踹了魏无羡一脚：“要用自己拿腰带将就去！”一群少年又打闹着往后山走，他在云深就掉过这么一条发带。魏无羡瞪着那条发带发愣，在玉兰之间做成了雕像，直做到木干嘴裂，浑身酸痛，做到魏无羡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。刚想站起来，腿一麻，身子一歪，四脚朝天直挺挺栽下树去。他手软脚软，跌进一捧檀香里。蓝忘机不知在树下站了多久，落了一身的玉兰花瓣。魏无羡心里还猛着，也没来得及看那人什么表情。蓝忘机将他提起来，轻声道：“我们回去。”蓝忘机回进室后就再没出去，一言不发的翻书。魏无羡难得没作恶，蹲在窗棂边一言不发的枯坐。一人一兔各怀心事，直到夜灯初上，云深起了薄雾，蓝忘机才搁了笔，放下书站起身来。魏无羡朝着他看过去，那人面上闪过一丝迟疑，但仍是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角落走去。那角落里摆着一尊镂空白玉香鼎，蓝忘机俯身在地板上敲了敲，手指一动，翻起一块木板来。魏无羡瞠目结舌，蓝湛这人是在自己房间里挖了个洞。蓝忘机在那方洞里摸索了片刻，翻出一个漆黑小坛。魏无羡的下巴差点掉地上了。好你个自律克己的韩光君，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，居然明目张胆无视家规藏酒，不错不错，孺子可教，早这样该多好玩啊！魏无羡简直要立起来给他鼓几个掌。酒是姑苏名酿天子笑，蓝忘机也无意掩饰，手指拈来个杯子，斟了满杯酒。杯子是上好的茶盏，不愧是蓝氏，连个饮酒的玉杯都没备着。那酒香勾得魏无羡酒瘾大起，厚着脸皮就往蓝忘机旁边凑。蓝忘机大方地将杯子推过来，魏无羡一头闷进杯子里，灌了一大口。天子笑滋味绵长，酒液醇香而醉人不自知。魏无羡自离开姑苏后，一直遗憾没有机会再喝到佳酿，这下抱着茶杯大口痛饮，不肯松着。那股酒香顺着喉咙冲下肚，激起一阵晕晕乎乎的爽快感，飘然若仙。他满足的抬头，打了个嗝，身子歪了2下。蓝忘机怔了怔，忽地取走了杯子，叹声道：“是我昏头了。”饶是魏无羡上辈子酒量过人，现在一副兔子身体，也是醉了个七七八八。他昏昏沉沉的思忖，蓝忘机大概是想到了上次的那锅鱼，怕他喝出个3长2短，直接飞升。魏无羡嗤之以鼻，他为夷陵老祖时，非千军万马不能动其一根手指，就算成了兔子，也不是一锅鱼一杯酒就能怎样的。可惜蓝忘机不懂这个道理。魏无羡抬起一双眼，恰巧看见蓝忘机斜了手腕，将一杯酒洒在窗外，窗外对着的就是那株玉兰树。魏无羡不要脸的想，蓝忘机这一洒，还真像是在给自己祭酒。可惜他现在连孤坟野种都没一个，更没个烧纸祭酒的人。蓝忘机注视着窗外一片漆黑，半晌回头道：“你没死。”魏无羡就当他是对自己说的，心里道：“死了，又活了。”蓝忘机又道：“你不会死。”魏无羡摇头：“这话可就不对了，谁都会死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怎么韩光君反而不懂了？”蓝忘机捏着空茶杯，眉间拧得死紧：“何时回魂？”“回了，你家的青菜萝卜都不知吃了多少。”蓝忘机不说话了。魏无羡当他终于问得无聊，也懒得再看。他2只前爪上还沾着些酒液，正舔得欢快，
蓝忘机手指抚上他的脊背，你像一位故人。声音低沉，虽听不出什么情绪，但像是咬着牙吐出来的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